煮汤圆最怕开水下锅，漏了关键2步，难怪总是破皮，吃起来也不够筋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说到煮汤圆，说到吃汤圆，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，以前的汤圆不只是黑芝麻、水果的，现在的汤圆都有肉馅的、榴莲的、巧克力的。你们爱吃哪一种汤圆的味道呢？买汤圆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汤圆的生产日期新不新鲜，这样的外皮呢，表皮水分足不足。再打开袋子看一下会不会有冰霜，煮的时候也不容易破皮。最好要选择那种带包装托壳的，这样的汤圆不会粘到袋子上面，煮的时候也不容易破皮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1碗水，把汤圆拿出来放到水里面浸泡一会儿，大约是10秒的时间。泡水这一步比较重要，能够让汤圆皮吸收了水分，万一表面有一点裂缝，沾了一点水，它能够让我们的缝隙合到一起。而且泡完冰水之后，汤圆的温度稍微的回温，这样下锅煮的时候，外皮更加的 Q 弹，不容易软塌塌的，里面的馅料也容易煮熟，煮出来的汤圆就不太会粘皮，也没有什么的异味儿。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水，大火把水煮开，大约是似开非开的状态，温水的状态大约是30度40度，可以来一点食用盐，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搅一搅，把盐搅融化。水温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水面不再翻滚，把汤圆一个一个的放到我们的锅里面。汤圆下锅之后，不要着急的盖盖子，先开着盖子煮一会儿，用勺子的背面慢慢的推一推，这样可以防止它们粘到一起，或者是防止粘锅粘底。等到汤圆全部散开，再盖上盖子，我们要转中火继续煮。煮汤圆的时候温水下水，这样比较有讲究的，我们要小火慢煮，这样不容易破，口感更好。煮汤圆最怕是水开之后把我们汤圆丢到锅里，因为滚水冲击量比较猛，容易把汤圆冲破，一破皮的话就漏了。当然了，不能冷水下锅，那样也容易煮破皮。老话说，想要一点甜，我们来一点盐，对不对？煮汤圆时放一小撮盐，不仅可以破了我们的皮不破，还能够让我们的口感更顺滑。下锅前，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搅出一个漩涡，再把汤圆放进去，这样可以避免它们直接沉底状态。而且就是有的时候要加一点水，如果水比较少的话，汤圆是煮不开的，粘到一起一碰就破皮，也容易坏掉。水开之后，打开盖子，往锅里面加入1点碗水，大概是凉水，用我们的勺子不停的用我们勺子背面推动，别让它的底粘到一起，继续去焖煮。整个过程要是等水烧开3次，中间的时候加2次冷水，等到汤圆全部都浮起来，我们的汤圆肚子呢圆鼓鼓的，说明汤圆煮熟。这个方法跟煮速冻饺子差不多的。煮汤圆不能够一直大火煮，每次水开之后加点凉水，像这样里面外面都能够慢慢的熟透，这样煮好汤圆才不破也不加生，口感软糯又弹牙。煮好了汤圆，我们要立刻的马上捞出来，千万不能够在锅里面泡太久，不然的话会吸太多的水，软烂不说，口感也会更差。要是临时有事情不能够马上吃的话，可以先把我们的汤圆捞出来，放到冰箱冷藏，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，这样能够最大的程度保住了原来的软糯筋道，味道也不会变的，可以放心的去购吃。煮汤圆时候时间一定要拿捏的准，拿捏的更好。很多人煮不好，因为这点没有掌握好。一般大小的汤圆，水开之后煮个3分钟就好。要是买的是那种个头比较大的，那就要多煮一会儿，大概6分钟。如果同时买了2种不同的汤圆，一定要分开煮，这样火候和时间把握的比较好，不会有熟的有的没熟，这样口感呢也能够有保障的。我们煮好汤圆加上一个看一下是不是比较软糯，猜一下这个汤圆是什么馅料的。我喜欢吃黑芝麻馅料的，
黑芝麻馅料特别的好吃，软糯又香甜的。如果平时你煮汤圆经常破皮的，有粘锅的，不抠弹不好吃的，那就可以试试我这么煮的方法，保证煮好汤圆又 Q 弹又好吃，也不漏皮，也不露馅，也不粘锅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。很多人对元宵节我们的汤圆比较好奇，为什么它叫做汤圆？其实背后藏着中国和北方饮食文化的微妙差异。在南方，人们习惯称之为是汤圆；到了北方，同样的节日里，在南方人们习惯称之为是汤圆；到了北方，同样的节日里面，人们却称之为是元宵。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字，做法和口感却是不同。汤圆的制作方法更像是在包饺子，先将糯米粉加水揉成了柔润的光滑的面团，取一坨小块捏成了我们的碗状，把香甜的馅料包进去，收好口，这样就可以做成。讲究的是手工的灵巧与温度的掌控，所以汤圆的皮通常是薄而均匀，煮后晶莹剔透，入口滑润，仿佛舌尖轻轻的触碰。北方的元宵则是以另一种滚雪球的方式制作的路径，它是用干燥的糯米粉将切成小块的馅料放入粉中，反复的摇晃摇晃，一边滚一边撒上清水，让馅料像裹雪球一样一层一层的裹上了厚厚的糯米粉。这个过程往往要重复十几次，直至元宵变得圆润饱满。正是这种独特的工艺，使得元宵的外皮更厚实，质地呢略松，煮后口感更有嚼劲，带着一种粗壮的口感。从外形上看，汤圆的个头偏小，精致的玲珑，像是江南水乡的婉约风格，而元宵略显得敦实，圆滚滚的身材透露了北方人的豪爽气质。正因为如此，两者的口感体验上各有各的风味。汤圆软糯如云，轻盈入喉，元宵则韧劲十足，越嚼越香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别再以为汤圆和元宵只是叫法不同，它们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手艺，承载着西北地区不同的风土人情，也照出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同节不同味的丰富多样化。正月15正是中国民间传承的千年的传统节日元宵节，也被世亲切地称之为是灯节或者是上元节。这一夜，万家灯火如星河倾落，街头巷港张灯结彩，红彤彤的灯笼高高的悬挂，形状各异，有的似莲花盛开，有的如宫灯玲珑，映照出了节日特有的喜庆与祥和。人们纷纷走出了家门，携亲带友，赏花灯，猜灯谜，放烟花，璀璨的香火像灯空一样炫照，如金雨洒落，银花飞舞，将整个城市点燃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元宵节不仅是一年青春佳节的压轴大戏，更是中华文化的最丰富诗意的温情之夜，象征着春节的满园收获，也寄托着人们对一年风调雨顺、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。在这个月圆之夜，家人们坐到一堂，共享着一碗热腾腾的元宵或者是汤圆节，那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点，不仅温暖了我们的肠胃，承载着团团圆圆、和和美美的深情寓意。作为中国古老耕农民民的一种文化的交物，上元节自汉字编起了一些习俗，历经了唐宋明清的演变，逐渐发展为了全民共庆的盛大节日。无论是宫廷盛景，还是市井烟火、灯会的辉煌、舞龙舞狮的喧腾、街头艺人的表演，无不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着温温生机。元宵节不仅是一个节日，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，一种文化的回响。用它与热络的一些七情，用团热的散热着，让人们在灯蓝火处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度、年的一些余裕，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永恒向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
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